主要讲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些互动的一些 blueprint，就是蓝图嘛。就是像我们 Unreal Engine，它其实互动上面来说，它不需要就是写程式。那像 Unity 就要写程式，按 Unreal 的话就是用 blueprint 去拉。但其实你照我的那个就是 PPT 上面写的一些流程上面来说，就是你大概就可以掌握那个怎么样去拉了。那其实它就很简单，就是功能串功能哦。然后，所以比较核心的就是说，它是，比如说它是用那个什么手指啊，就是用手指的地方、指向的地方，或者是控制器抓取，这样实现跟模拟现实的互动哦。那触发的话，就是你去用控制器按钮去触发，然后我们会使用视觉化脚本来设计哦。那所以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比较方便是说 Unreal Engine 5的话，它帮你直接写好一些套件啊，那你就直接可以使用手的工具手去触发。那以前都是要使用摇杆控制器，然后控制器上面绑一个棍子，用棍子去触发，用那个去 trigger 那个事件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我们之前是不是有用一个动画，就是你比如说到一个地方，然后发生一些事件，然后触发一些动画，那就是用这种概念，就是其实游戏基本上就是你，比如说你按了什么按钮，或者按了什么按键，然后或者是说到什么地方，然后就是触发过场动画之类的，这个就是一些游戏互动核心的一个概念哦。好，所以这边其实就这两个就有流程了，你们可以看一下。那我自己也会再录一下 YouTube，然后所以我们目前今天就是比较说就是抓取跟控制灯光设计这样子哦。好，所以要先登录 Fab 哦，Fab 账号啦。那你搜寻 Stylus、Stylit 跟 No Poly 都可以，然后搜寻 Free，就是你打开那个 VR 的VR 的那个 sample 的话哦，你就是要开启 Fab 的那个 plugin 哦，然后那你要登录 Fab 账号，那么记得它开哦。然后呢，就是说，就是其实就是建立资料夹，再建立 blueprint 物件哦，大概是这样流程啊。那你们今天的话，其实就是可能就是物件排一排这样子，就是可能就把物件放一放就好了，然后就大概听我怎么样串这个东西。那其实就这个是蛮简单的啦，大概听我讲一下就会了。所以你就是搜你 Stylity，然后你就找你想要的物件。那你必须要先登录 Fab 啦，比如说这个 Style Tree 啊，那你要搜寻 Price 是 free 的，不然你现阶段你要去购买比较麻烦。比如说这些，那你可以找可爱的这种。那进来的话，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你就拉进来之后，看有没有问题。然后我的话这边在这个资料夹这边也有，就是共享资料夹。嗯，然后这个也可以拉进来。嗯，然后这个拉进来，然后你就 copy 到 content 下面，这样应该就有了。所以刚刚下载的是在这里嘛，对不对？我拉进来，感觉没材质所以可能材质有点问题。
对，所以 Fab 拉进来就蛮快。那你可以用我的啊，就直接我是其实就是也是上面找的，然后就拉进来。只是说你拉进来之后呢，大小要调一下，就这边锁定嘛，然后按 F 这样子。哦，应该是有一些 low poly 的在这边。不是这个这边啊，这边有 low poly 的东西，那还是可以拉进来。那大小稍微调整一下也可以啊。这样子你就拉进来之后，就感觉好像就是增加很多那个花花草草，就感觉跟一般 VR 不太一样啊。哦哦，这个然后比较重要是我们会使用那个控制灯的嘛，所以我们拉一个南瓜进来。那这南瓜很大，就输到0.1。哦，小鸭子，然后大概先布置，然后后面弄点树这样子，然后存档。哦，那你也可以自己去 Fab 上面找啊，就是看一下这个 style，你上面有什么的，像这种石头啊，或者是这些 low poly 的东西，可以使用的啦。或者你水晶也可以，水晶。那你可以搜寻 low poly tree。这个跑很远，奇怪。好像太大了。整个跑掉。好，没关系，先这样。然后呢，你就其实就是照这边随便加一些东西进来，然后你现在就是说，然后再建立 blueprint 的物件，然后这样我们就是从那个空格先建立一个资料夹，就是 blueprint 嘛，然后选 new folder。那它在 content 资料夹就是你就是输入这个命名规则是 BP，然后 dash actor， 都可以，然后就右键输入 blueprint class， 然后选择 actor， 也是一个物件哦。那这边就是照我的那个命名 BP， 然后我看一下，HCAT 好。好，然后点两下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这种视窗。那这个视窗呢，有一些paper 啦，然后你可以在左上角这边新增一个，就是一个像物件state mesh，
然后这边呢，你就选刚刚那个小鸭，然后把它在 content 资料夹里面秀出来，然后你就把它拉进来，或者是按这边按一下这个，哦，这样就有小鸭子了。然后你去编译，然后再存档，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actor 再拉进来。那它会在这边秀出一个就是这个图示嘛，对不对？然后同时也会秀出这个鸭子本体。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上面之后呢，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去放大之后，你看它也同时会放大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蓝图物件啦，哦，简单讲是这样子。好，然后照这个下一步之后呢，然后 Slate Mesh 嘛，然后再增加一个就是点光源，哦，那这个呢，这个是那个我们先建立那个南瓜灯嘛，哦，再一下，我们先是南瓜灯，哦，这样子。哦，物件后来你看我刚才就是本来是鸭子嘛，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改成那个南瓜灯这样子。哦，然后再增加一个叫做那个，你就这边直接搜寻 point light， 然后它就会增加一个灯，有没有？已经有灯了哦，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改它的那个亮度跟大小，半径大小，然后跟就是就是色温嘛，对不对？你可以及时去改啦，所以它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物件，可以让你去使用。好，到这边你们可能操作一下下，然后给你们10分钟操作一下，大概是这样的功能啊，你就是可以照我的那个流程啊，然后开一下，然后登录一下 Fave 账号，我先休息。好，同学这边，那你看我刚才那个建立的那个 Blueprint 物件，对不对？我可以移动它嘛，对不对？然后呢，这边也可以调那个图示大小。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去做开关嘛，对不对？然后右边有一个蓝色字，蓝色字一样就是会打开这个视窗。哦，所以这视窗下面来说，就是这个物件它其实变成说它可以包含说你这个下面 Blueprint 的这些物件哦，所以你可以单独去调整这个物件。哦，所以这个结构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它所有的设定会跑到这边会比较简易设定，然后这边你可以去增加一些物件或者是一些参数哦，一些那个函数，然后这个就是让你可以去撰写那个视觉blueprint 的地方哦，比如说，所以你大概会使用这个连看这样连哦，然后这边就是让你去增加物件或者是移动这个物件的地方，哦，好，所以它主要大概是这样子啊哦。那你可以在这边先预览这个画面这个部分。那你看这个好像不太准嘛，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顶视图什么的，看一下位置有没有正确这样。好，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它旋转也可以哦。然后这边也可以套用一些材质啊什么的，然后去做一些比较细的修改。然后这边的话，啊，这边大概就解说完毕了。然后所以就是一样再去建立一个小鸭的物件。啊，点进去啊，然后再建立一个小鸭的物件。
那这边要稍微介绍一下结构，就是说你先建立那个D 的 state mesh 嘛，对不对？然后建立小鸭的这个物件，然后你再增加一个叫做 Greg Company， 这个之前示范过，然后再增加一个这个球状的阻抗，然后加一个 Greg， 然后再增加，好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球状阻抗，那你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它一下大小，符合那个鸭子的那个形状。然后这边要注意的一下，就是说你看一下我这结构啦，就是本来是这样子嘛，那你把它调整成就是把鸭子，我看一下，就是把鸭子去调到这个上面，就是跟我这边的结构是一样的，它才有办法去使用。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变成左下角这个，就是你鸭子的物件要把它往上拉到这个 default sense 这个地方，然后它会把我们刚才那个 icon 给消失掉，就是把用鸭子的物件去取代那个 blueprint 的 icon， 那这样子你的抓取的模式才有办法生效。我就像这样子，然后照我这样排列，所以这样就有办法使用了哦。所以就是，然后再跳到 Event Graph 这个视窗上面，好，那这个可以按滑除右键或者是放大缩小，去使用。然后呢，就是照下一步就是这样连看，就是 Event Begin Play 嘛，然后连一下这个叫做 Get All Actor of Class， 那这个就去套用我们刚刚那个南瓜灯嘛，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前的时候啦，就是播放的时候去抓取这个另外一个 blueprint 的物件。所以连一下 get， 然后选择 H， 然后这个物件，到这样子，所以你就直接拉过去，然后你就直接它可以去打一个节点出来。所以目前是你们先练习这样子，那它就会在你播放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小鸭物件，它会直接去抓取这个南瓜物件。然后最后呢，我们就是可以设定一些就是我们抓取之后才有办法去设定一些互动。所以逻辑是这样子。好，然后到这边再给你们练习一下。所以我们刚才这边就是把那个南瓜灯拉进来的嘛，南瓜灯的这个参数拉进来。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开始播放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场景播放的时候，你会去抓取这个变数嘛。所以我们这边要增加一个 get a copy， 就是它的一个变数的一个控制。我们要抓取它的一个变数，然后再加一个。叫做把它变成一个参数变数哈，然后这个变数你就命名成叫做hcat ref， 好，这个你自己命名也可以啦，这个其实就只是一个命名，然后把它去串联，所以它可以完整去串到这个变数。好，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个阻抗呢？就是一个球状阻抗，对不对？然后你在这上面按右键选择 Edit Event， 然后选择 Begin Overlap。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指到这个球状指到这个球状的时候，你会去触发一些事件。好，所以在这边你去连一下刚刚的那个物件哦，会先去指向 VR Pong 的这个指令哦，就是你 VR Pong 的
相关物件进到这个球状之后呢，它就会去触发。好，所以这边直接去 cast to VR point， 然后呢再把这个参数拉进来 get， 左边这个参数 get 拉进来，然后去设定，比如说我们进到这个 VR point 触到这个球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想要让它那个灯光是开启 set entrance， 然后看一下参数什么 set intensity 嘛。哦，这个，那它会自动帮你去串接这个物件哦，然后它长得是这样子。那你想要让它是物件是亮的时候，你看现在它现在亮是多少？目前是500嘛，那你先把它先设成0，然后这边让它是触到的时候是变成500，然后把它拉起来。哦，变成500。然后呢，后面可以去串接变更颜色哦，就是你如果是想要让它颜色去改变的话，你就加一个 set light color。然后这个一样是 copy 过来，然后串接一下。好，这样子就把它设定好了。然后你这个就是面条可以调整一下。然后后面呢，你也可以串接，就是那个当你输出之后，就是你的手，我们是设定手嘛，你的手出来之后呢，它会变成是就是把它关灯嘛，对不对？好，这个是就反过来了。所以一样就是这边2D 的分 ，and over 那边。那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上面这边 copy 过来，然后再串一下。那你要串到那个 other actor 啊，就是其他物件嘛，所以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这样。然后一样是把它串接一下，然后这边是0嘛。然后看一下这个音效的话，就是你们大概听一下，就是我等一下。Born 87 years ago。这边啦，就是你后面加一个 play sound 2D，但是我现在好像我这边没办法播音效，所以就是一样。不行哦 ，play 哦 play，sorry。然后这个呢，一样就是你可以选择做这个声音这样，那这个是就系统里面的声音啦哦。然后你出来之后呢，你再把它串另外一个声音。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串接方式哦。好，然后你们可以照我的这样去设定一下，然后我这个画面停留在这边。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等一下测试一下，用头盔测试一下，然后就是我们会需要就是再把 VR point 的一些设定打开，然后都是在我等一下会讲的设定里面。然后你们先大概串接到这样子，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再举手一下，我就这个是我刚才截图啦，就是这个反正就是你一个个列就比较简单了，你这样看是感觉像意大利面啊。所以然后呢，我们再把其他的一些设定完成哦，就是在这个 Word Setting 里面，这边加一个 Word Setting 哦，然后这边
打开之后呢，就这边找一下你的 Game Mode。它这个就是那个 VR 的那个设定档哦。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枪啊跟子弹这些都在这边哦。那这是 VR 的那个游戏设定嘛？然后这个 VR 碰呢，就是那个指的就是那个玩家嘛，对不对？所以你点开2下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结构是长这样子，全部都是 Blueprint 嘛。然后它左边这边就是说，就是你看一下它 Viewport， 你看拉近之后，你看慢慢拉近，你会发现到说它有一个叫做头盔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手，左手跟右手。然后你点它一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它在左边这边会显示，所以它这个是都帮你去做一个已经写好了哦。然后这边是一个摄影机嘛，对不对？哦，摄影机然后绑上这个东西，然后最后是这个向前的这个指标了。好，所以你大概看一下它的那个内容，然后其他的你可以就是慢慢观察，因为它其实都有一些说明啊，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哦，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东西其实只需要就是说，在你的右手或左手加入一个那个就是胶囊的一个阻抗，所以呢你在右手这边点一下，然后增加一个叫做 Cap。不能打。哦，这个啊 ，Capsule Collection 哦，就是在这边增加一个叫做那个胶囊阻抗。那这个阻抗很大，对不对？所以你要把它去做缩小成一个手指的大小。哦，把它缩小哦。可能要再小一点。然后去旋转，把它可以设定好。就是把它设定在那个手上面啊。那变成说你手去点那个我们的那个的物件的时候，它会直接去帮你触发。那你可以弄大一点，或者是刚刚好。如果你要很敏感的话。那你左手也可以用啊，但是用右手比较快一点。大概是位置要放好这样。好，这样编译，然后再存档。那应该看一下，应该 OK。好，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胶囊的阻抗去碰到我们刚刚鸭子的这个球状阻抗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互动啦。哦，就是会产生一个互动。哦，所以到这边就 OK 了。那我们最后再把这个东西，这可能来不及了，我等一下就可能快速讲。那但是就是你们先做一下，然后我开一下那个头盔哦。我本来是要全部讲完，但是开头盔一样是 Blueprint Actor。好，这边就新增一个一个圆柱体嘛，对不对？然后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再复制一个。然后一样就是你可以使用，你可以使用就是把它命名一下，就是再增加一个就是主抗，一样跟刚才是一样的内容哦，就是我们命名一下 SM button 嘛。然后在这个上面新增一个 box 主抗，那这个太大就稍微缩一下。然后设定一个那个也是一样，设定一个那个灯光，然后去把它去增加一个材质哦，增加一个发光材质。Close. 然后右键新增一个材质，好，这样子就有。好，这样材质就有了嘛。然后你如果为什么这个没变？哦，这样有了就变红色了哦。然后去做一些交互，就是你拉到 bus 触到 bus 之后呢，你可以去做一个就是那个点状光的一个开关哦，就是主要是这样子。然后照着这个。那 free flow 呢，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就是双向开关哦，所以这边再加一个 set 意思。不是这个 ，sorry。哦，没有广播嘛，sorry。
哦，因为我刚才把它切掉了，sorry。再一次哦。然后这个打勾呢就是你可以让它这个灯光去显现，然后再 set。然后这边输入100。那我之前有测，就是说它会变成说就是一直开关关嘛，所以我后面会加个 do once。然后这个下面这边就是一样，就是复制过来就好了。copy。然后这边设到0，然后这边不要勾。